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6月8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6月7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228，收盘价是224.57，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30.83，最低价是在223.20。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7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超过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当日的成交量是 1.857 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26 倍量增。KD 值快线的方向转折向下，双线是趋于合拢，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出现了反转向下。MACD 双线是继续上行，开口不变，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短的绿柱，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目前的多头趋势。好，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6月7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小红 K 线，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上影线略长，它所处的位置是在股价上涨的行进中，在相对高档的位置。我们会看到当日这根 K 线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然后最高一度测试到230，然后在盘内出现了反转向下，收盘在相对低的位置。那在当日又抱有非常大的成交量，那出现这样的信息啊，说明有人在高位出货，那日后呢，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回档。那如果股价想要继续上涨呢，那接下来的交易日或之后的交易日收盘价要站上6月7日这根 K 线的最高，那么股价才有继续上涨的可能。好，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6月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收盘价会在219.5附近，在这个位置。另外一个可能，我们是给出了2个方向，一个是股价会出现补量上涨，收盘价会在226附近。另外一个方向，股价会出现深度的回档，收盘价会在214.5附近，在这个位置。实际在6月7日收盘价是在224.57，股价出现了上涨。我们预测的补量上涨和实际发生的上涨，收盘价在点位上相接近，但是走势是完全不同的。在当日并没有出现补量的上涨，因为通常我们说补量的上涨，它应该是一根绿 K， 也就是上涨的 K 线。那股价呢是在开盘之后，然后由于多头力量的介入，推动股价上涨，然后抱有大的成交量，收在高位。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才会称为叫补量上涨。那实际发生的虽然有大的成交量，但是是一个高开，尤其我们会看到它是一个大幅的跳空的高开盘，然后在盘内发生了反转向下，收盘在低位。那出现这样的情况，它不是补量上涨，而是说股价到了高位是有出货的现象。所以说呢，我们会把它称为上涨，而不是补量上涨。
那由于目前的股价仍然在一个多头的趋势当中，所以接下来我们先来看后续股价的上行。对于6月8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如果继续上行，就是要站上前一日 K 线的最高，因为在多头的趋势中，股价上行的目标，第一个目标永远是要站上前一日 K 线的最高。好，所以我们把这条水平线上移，这条水平线是我们在之前的一个视频定义的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那目前股价已经站上它，对，我们把这条水平线提升到230.83这个位置，那么我们取整数叫231。好，那这是股价如果上行的第一个目标。第二个目标依然是2022年11月1日这根 K 线的最高238。那站上它的目的就是要收复自这个交易日以来的下跌，然后再上方的目标就是要回补这个缺口。那么我们取它的下沿是257附近，这是股价继续上行的3个目标。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股价的下行，那我们会把它定义在6月6日这根 K 线的最低是在212.5附近，因为这根 K 线是出现了回后上涨，那么它的最低是回踩了5日均线值，所以目前我们把这个位置定为股价如果出现回档或者下行的第一个目标。那我们加一条水平线，212.5，这是第一个目标。那跌破这个位置呢，就是说要出现底低，也就是要瓦解这个短期的多头趋势。那接下来第二个目标就是下方的195，是5月31日这根 K 线，它也是一个回后再上涨的起涨 K 线。我们变换一下它的颜色。好，这是第二个目标。那第三个目标同样是5月24日这根 K 线的最低是178。好，这是下行的3个目标。那么我们把下面这个水平线先删除。好，那这样一来，我们会看到目前股价上行和下行的目标。那我们说，如果股价在日后要继续保持多头的趋势呢，只要不跌破212，我们说股价会继续，比如说在这个区域进行横盘，回踩5日均线值，甚至是20日均线值，然后再去上涨。好，这是我们对后续股价走势的分析。那现在我们再来延伸去说，我们先去除一条趋势线。那么我们会看到这条趋势线是个下行的趋势线，目前已经牢牢的股价是站稳了它，我们把它先删除。然后3号趋势线呢，我们看一下3号趋势线是由2022年4月5日这个高点和2022年9月21日2个高点头低这么一个下行趋势线来组成的。那现在我们先保留它，因为股价一旦出现回档呢，那么这条趋势线呢也会成为股价的一个支撑。然后现在我们再加一条趋势线，由于目前现在股价已经站上了2月16日这根 K 线的最高，出现了头高，那下面有底高，那么这是重新建立了自2023年1月6日以来的多头趋势，所以我们再加一条底高的趋势线作为观察，是1月6日这根 K 线的最低和
4月27日这根 K 线的最低，这是一个上行的趋势线。那么我们加这条趋势线的目的，就是我们要关注股价一旦出现回档，这条趋势线是否能够支撑住股价，或者说是股价是否沿着这样的一个趋势去上行。好，这是我们又加了一条趋势线来作为日后的观察。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对于6月8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点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的上限是在221附近。那我们把之前的这个214这条水平线上移到221。在盘中，我们要关注，如果股价出现了回档，那么5日均线值是否能够支撑住股价？只要收盘价不跌破5日均线值，那么股价依然会维持这样的一个上行的一个走势。好，这是我们对股价后续走势的分析。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目前我们是有2个多头的仓位，一个多头的仓位目前是有30%的持仓。那它的最后一次加仓是在6月2日收盘的这个位置，在214附近，我们给出的最后一次加仓建议。但是可以操作的是，可操作性是到了6月5日的盘前，是在218附近才能够加仓。对，所以呢，到6月5日盘前，在218附近，最后有5%加仓之后，那这样的一个多头仓位是已经到了30%。那么这样的一个仓位，它的成本价我们估算是在208.5附近。那对于这样一个多头的仓位，我们给出在6月6日获利的位置是在220到225之间。如果在6月6日盘中没有获利出场呢，它是还是持有的。那么到了6月6日的收盘价，我们会看到这个股价的收盘价是没有站上前一日的，收盘价是站上前一日的最高，但是出现的是量缩，所以在这个位置我们并没有给出加仓的建议。那如果继续持有呢，我们给出了在6月7日获利的位置依然是上方的220到225。如果在6月7日盘中这样的一个仓位没有获利出场，因为当日是高开盘，然后股价是一路测试到230，那很有可能这样的仓位已经就获利出场了。假如继续看多，在盘中没有出场，那么到6月7日现在收盘之后，那这个仓位还是持有的。那到了6月8日，我们要给出停利的位置，也就是停止利润的损失，因为这个仓位已经获利了。那到6月8日，我们给出的停利的位置是219，也就是当日新生成5日均线值的下限。那6月8日的收盘价一旦跌破了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那么这样的一个仓位
应该即刻停利出场。对，因为它还是目前还是在有盈余的一个账户，一个仓位。对，然后对于这样的仓位，如果说不想出场，那我们要给出止损位，止损位是在192，也就是说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那在这里想补充说明，那股价不可能在当天会或者不叫不可能，或者是几率非常低，股价会跌幅到这样的一个地方。那我们给出止损位，实际上是也是对于之后的交易日的。那止损，我们目前这样的多头仓位，长期我们守20日均线值。对，所以我们给出的止损位是192。好，那对于这样的仓位，在6月8日盘中获利的位置，我们要定在从224一直到上方的230，都是可以获利出场的。好，这是对于第一个仓位的描述。那另外一个仓位呢，是指的我们最后的一次加仓建议还提出了就是如果之前没有建仓，那么在最后我们提出的加仓建议的这个位置呢，是可以做多进场的5%。那由于这个仓位是成本价是在218，我们给出的一直是止损位，在6月6日。我们给出的止损位是212，是守这根 K 线的最低。那在6月7日，我们给出的止损位同样是这根 K 线的最低，是212。对，那么收盘价我们会看到并没有出现回档或下跌，而是收在了高位。那这样的仓位一定是继续持有的。如果在盘中没有获利出场的话，因为我们给出在这个位置进场的刚刚进场的多头呢，获利的位置同样是在220到225。在6月7日盘中没有出场，现在是继续持有的。那对于这样的仓位，它是还没有出现大的盈利，那么我们给的是止损位。是在219这个位置。对，好，这是我们对两个多头仓位的描述。然后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在6月8日股价开盘之后，如果出现一个低开盘，那我们认为在224一直到下方的这个缺口的地方会有空头的进场。那在这个位置进场的空头，他们的目标是212，是要跌破这根 K 线的最低，也就是我们说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那在这个位置进场的空头，他们的回补位应该是前一日 K 线的最高，在231附近。这是第一个空头。那如果在6月8日它是一个高开盘，我们认为空头会在231附近会有空头的进入或者是加仓。那他们的目标同样是这个下方的212这个位置。然后在这个位置进场的空头，他们的回补位应该是238。好，这是我们对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的描述。接下来我们来看看6月8日当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希望各位网友如果方便的话呢，帮忙在视频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来支持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压力位，首先到来的压力位
就是231前高，然后第二个压力位是238，再向上就是257或者258。下方的支撑我们来看，缺口是支撑，然后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219到221，我们把它和缺口合并，第一个支撑是从219一直到上方的223，第二个支撑是212.5，就是6月6日这根 K 线的最低。第三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在209附近。然后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在192。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6月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第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档，而且是一个深度的回档，大幅的回档。那如果出现回档呢，它将是大幅的低开盘，甚至还有可能是跳空的低开盘。然后在盘中股价最高会到达223，在这个位置，最低下方会到达216，然后收盘会收在218附近。那它的条件当日必须是大幅的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24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大幅的回档。那我们来说明一下为什么我们做出这样的判断，因为在前一个交易日出现的是一个含有上影线较长的小红 K 线，并且当日是抱有大的成交量，说明在这个地方是有出货的现象发生，并且它是在盘中股价出现了反转向下。所以说，如果在6月8日如果没有大的多头力量的介入，那么在这个地方很可能会有卖压，会有更多的出货的现象出现。那这样一来，很可能会推动股价出现一个深度的回档。所以这是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判断的依据和原因。好，这是第一个可能，大幅的回档。那另外一个可能呢，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上涨。那如果出现上涨，它也是一个低开盘，就是小幅的低开盘，然后在盘中股价会回踩到221.5，也就是会回踩下方的这个缺口，然后上方最高会到达228，在这个位置，然后收盘会收在225附近。这里指的上涨，我们指的是收盘价的上涨。那么对于这个上涨呢，我们还要给出一个点位，如果股价当日最高能够到达231，也就是前高附近，那么股价很有可能会收在228。对，所以股价上涨我们给出2个点位。那股价上涨的条件，出现这样上涨的条件，就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21的。对，在这个地方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上涨。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6月8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